至6月，京城江阳侯府的后宅烟柳院。姨娘，大喜事啊！刚才侯爷屋里的金宝过来，说是侯爷晚上会来咱们这儿。哎呀，姨娘，你别看书了，快起来沐浴，梳妆打扮吧。哦，知道了，你去准备去吧。来了，这该来的还是来了。穿越过来也有半个月了，得知自己穿成侯府小妾后，叶青芷很快就接受了。既来之，则奉之。嘿嘿嘿嘿嘿嘿嘿。这都离谱的穿到了古代了，还矫情什么啊？打工人打工魂，只要报酬合适，这没啥干不了的活。大夏天的，泡个花瓣澡还是挺舒服的。有人在一旁伺候着，不用自己倒水收拾，还给按摩，那就更舒服了。房门一声轻响，奴婢见过侯爷。叶青芷一个机灵，立刻睁开眼睛瞧过去，差点流氓的吹了个口哨。这侯爷长得也太俊了，没想到如今死后灵魂再就业，居然可以吃得这么好。妾身见过侯爷。叶青芷瞧了一眼侯爷，慌张的低下头，站起身行礼，露出白嫩嫩的酥肩，下面的风景顿时半露不露，勾人心弦，可谓顶级诱惑。谢剑看到此美景，双眼立刻眯了起来，呼吸也变重了。叶青芷又似乎才想起他还光着身子，娇羞的低叫一声，赶紧藏在了花瓣下。侯爷，你能不能先去外间等一等啊？妾身好擦干身子，穿好衣服。起来，伺候叶更衣。谢晋盯着娇艳艳的叶青芷，当初纳她进府，除了叶府塞了她20万两银子，他也看中了她娇媚的长相。要是个无颜女，就是给她塞再多银子，他也不可能纳她为妾的。可惜人不怎么聪明，刚入府就着了道。对，他还没上岗呢，就憋屈的打了，换成我了。针对小妾职业的危险性，叶青芷努力的思考了3天，最后因为脑子不够用，决定摆烂了。所以叶青芷很快立下了他的座右铭：与其委屈自己，不如逼疯别人。这一次他要做个不一样的打工人，拒绝精神内耗，有事就发疯，能活就活，不能活就一起死。前世作为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子，恋爱就谈过1回，小手拉过几次，嘴都没亲过就被劈腿分手了，更别说睡男人了。所以身子养好后，叶青芷这些天就一直有些紧张的等着上岗了。岗前培训的避火图都让他翻烂了，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了。哎呀，就等着实操了。谢晋来这里就是要睡他的，对小妾不需要谈感情，睡前不需要聊2句来段文戏，所以他直奔主题。行吧，比我还猴急呢。等一切结束后，叶青芷恍恍惚惚的被男人搂在怀里。如何？叶伺候的好不好？挺好，看啥啊？刚才可以说真的是谢晋在伺候他，怪不得富婆喜欢抱养有着公狗腰的小白脸呢，是真舒服啊。这样的老板能处。
对第一次上岗初体验给满分。谢晋本来是想吓吓他，倒是被他的反应给弄得愣了下。这女人胆子比他想的还要大，也没有特别羞涩，居然还可以在这种事情上和他开玩笑，看样子也没那么笨啊。看样子也真是给你好脸了。接下来谢晋让他体会了一次什么是疾风骤雨，什么是雨打芭蕉，什么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说变脸就变脸，狗都没你狗啊！还能咋办？不能拒绝，那就和他一起发疯呗。一整晚，叶青只让谢晋体会到了什么是9阴白骨爪，什么是狗啃骨头不松嘴，什么是美人蛇缠腰销魂死。来啊，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叶青只最后直接被坐晕了，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清晨了。谢晋这个在他身上疯了一夜的狗男人已经没了身影，第1天入职就被迫加了1晚上的班。我好惨啊！也不知道给不给发加班费，给不给工伤费，给不给劳务补贴。去主母那里投诉侯爷压榨小妾有用吗？想想看过的宅斗文宫斗剧，叶青之脑子再不好使，也觉得去主母那里哭诉不仅没用，主母指不定以为他凡尔赛呢。后果是不仅不给加班费和工伤费，还要打他一顿。叶青之自我反省，他工作效率确实不够高，人家伺候1回就能让侯爷满意了，他硬生生的干了1夜。唉，就这工作效率，找谁说理去？如意见他醒了，端来热水要伺候他起床。叶青只稍稍动了动，就觉得双腿间疼得厉害，而且他觉得自己有些发热了，工伤无疑了，他要申请劳动者保护。叶青只决定接下来旷工请假。如意，你给我倒杯水润润嗓子，我不起床洗漱了。你去夫人那儿跑一趟，就说我伤得厉害，求夫人给叫个大夫看看。再赐点药抹抹，再求碗避子汤。小姐，你受苦了。侯爷怎么一点都不怜香惜玉？瞧你这身上这些伤，奴婢都以为你被侯爷给折磨了呢。哎呀，快别哭了，你家小姐还等着你救命呢。你难道想我这副样子跑到夫人面前，再被唾沫一顿？当然不想了。奴婢这就去求夫人找个大夫，去给小姐看看。叶青只昨天得宠，侯爷一夜叫了4次水，直到天快明了，屋里才没有了动静。这个消息还没等叶青只醒来，就已经传遍了后宅。贱人，真是个贱人，怎么就没淹死他，让他活下来了？哎呦，姨娘，你别为那种贱人生气，侯爷只是一时贪新鲜而已，过几日就厌弃他了。说来说去，她就只是个商贾女。我是贵妾，她也是贵妾，我入府半年，侯爷就宠幸了我3回，每次就要了我1次。可那个女人呢，落了水身子才养好，侯爷就迫不及待的上她的床了，1晚上就要了她4回，气死我了！不就是一脸的狐媚之相？我加起来还没她一夜得宠次数多呢。哎呦，
我的好小姐啊，你别哭了。你要是见不得贱人猖狂，咱们就再弄死他一回。上次是他好命让他被人给救了，下次一准要他的贱命。走，去夫人那里。我倒要瞧瞧，那贱人被侯爷滋润了一夜，会变得多么娇媚。眼见到了请安的时辰，姚茵茵斗志昂扬，眼睛红得像兔子精，要去打败叶青芷这个狐狸精。姚茵茵在这边嫉妒得要死要活的。不远处的海棠院里的秦姨娘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就很平淡。侯爷想宠爱神，想宠爱几次？咱们哪能管得着啊？行了，别嚼舌根了，来早膳吧。秦姨娘喝了一口，就突然恶心起来，惊得春杏顿时变了脸色，跪地求饶：“春香，我小日子多久没来了？”“回姨娘，晚了有10天了。”“侯爷有多久没来了？3个月了。”春杏声音有些发颤，这意味着什么？春杏懂，怕得很。一会儿你出去打听一下侯爷的行程，一定要把侯爷请到咱们院子里来。姨娘，侯爷不是奴婢能请得来的呀。你见到了侯爷，你就这样跟他说，你告诉他，就说。秦姨娘将春杏招到身边，冲他耳语道。门外面，丫鬟红桃见偷听不到了，急忙转身离开，免得被发现了。用完早膳，秦姨娘才去给主母请安。这也是侯夫人规定的。侯夫人张静怡自然也知道了，更在意此事。贴身周嬷嬷眉头一拧，冲着张静怡就道：“夫人，那叶姨娘本就长得像个狐狸精，还这么不懂事的缠着侯爷，可要给他好好立立规矩，否则他就要以为靠着这床上的手段能在侯府上天了。”“是该立立规矩。由此可见，商贾家的女儿和那些青楼妓子也没什么差别，都低贱不懂规矩。这般传出去，咱们侯府也没了脸面。”“回头奴婢就找2个教养嬷嬷送到烟柳院，督促叶姨娘学好规矩。”周嬷嬷贴心地说：“学规矩是主母搓磨管教小妾最名正言顺的手段了，因为这规矩可不是那么好学的。”有关叶青芷的话题也就到这儿止住了。很多事情需要他拿主意，他哪有那么多心思管一个刚侍寝的小妾呀？不过等张静怡给婆母请过安，用过饭，关切完一双儿女的起居，敲打完过来请安的几个庶子庶女还有小妾们，他还是没有等来请安的叶青芷。夫人，这才第1天，那叶姨娘就嚣张起来了，没将你放在眼里了。这种不安分的贱妾，教规矩之前该给她一些教训才是。夫人，这叶姨娘从落水后就没来请过安，这也太猖狂了。夫人如此人善，这晚了我们的请安时间，她还要以下犯上，不遵规矩，这也太让人气愤。不顾侯爷身子行那魅惑之事，更应该罚。哼，贱人一个！夫人，拉出去杖毙了算了。听他一开口就要杖毙了叶青芷，大家都幸灾乐祸地等着瞧好戏。张静怡厌恶地看了眼姚茵茵，正要说话，便听到了外面起了吵闹声，好像还有哭声。何人如此没有规矩？周嬷嬷立即出去查看，便看见哭得伤心欲绝的如意，哭哭闹闹成何体统？嬷嬷，是她不懂规矩，
奴婢让他在外面等通传，他非要硬闯，奴婢拦他，他就打奴婢。叶姨娘呢？她怎么管教的？求求你快让奴婢见见夫人吧！我家姨娘快不行了。你家姨娘不行了？怎么回事啊？是侯爷昨天，反正我家姨娘伤得厉害，床都下不来，求夫人跟喊个大夫救救我家姨娘了。周嬷嬷眉头拧紧，吩咐如意等着。她赶紧回屋给张静怡汇报这事。其实如意声音大得很，屋里人都听到了。姨娘们眼里一个个闪着嫉妒或是幸灾乐祸的神色，都暗暗骂叶青芷不知死活。就侯爷的能力，你一个厨居然敢和爷缠绵一夜，活该被弄死。就算真的要死了，这种事儿也不能哭哭啼啼的闹外面来，这是在抹黑侯爷的名声，不懂规矩。喊上府医，你也跟去瞧瞧到底伤得有多重，要是他耍把戏，立刻将他给我带过来，我亲自教他做妾的规矩。老奴晓得。周嬷嬷应了声，忙离开。你们也都散了吧，记住谨言慎行，不可抹黑侯爷脸面。是夫人。姨娘们纷纷起身应道，然后离开。姚茵茵带着嬷嬷直奔叶青芷的院子，脚底生风，走得飞快，趁他病要他命。谢剑深得圣心，又有手段，如今任锦衣卫指挥使，监察百官，收集情报，还有抓捕审问之权，被朝野上下忌惮。今天他一早就被皇上叫去，安排了差事，要他下徐州查一桩贪腐的案子。谢剑回府收拾行李，发现自己一直佩戴的玉佩丢了。这玉佩是他过世的娘亲给他的，不能丢。他想了想，应该落在叶姨娘那儿了。昨夜食谷滋味，让他有些回味，想临走前再尝尝那只牙尖嘴利的小狐狸精的味道。可到了地方，谢剑见院子里连个传话洒扫的丫鬟都没。人都死哪儿去了？奴才这就去找人问问。谢剑推门进屋，快步走到床边，就见烧得小脸通红的叶青芷。这么没用，这就病了？谢剑拧眉，碰碰他滚烫的额头，烧得够高的，人都不清醒了。谢剑难得反省了一下，昨晚上是不是有点折腾得太过了？要了他3次还是4次啊？对于雏来说确实多了，可是让他这么娇软可口，反应也不像其他女人那么死板，让他难免有些上头。没本事还一直缠着本侯，活该。来人，去请张太医过来给他看看。我就知侯爷没这么狠心，咱俩好歹也睡过一场，一夜夫妻百日恩，我死前你还是来看我了。可是我还不想死，我还有大把的嫁妆银子还没花，还没享受呢。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哭了，你死不了。侯爷，一夜夫妻百日恩，你野心还不小啊。侯爷误会了，妾身没那个野心，也没那个能力，那只是比喻。妾身就是个废物，什么也不懂，还是个身份卑微的上古女。
侯爷就是因为妾身的美色晕了头，想要妾身当主母，妾身也不行啊。侯爷要是觉得妾身伺候得好，心疼妾身辛苦，多赏点银子、好物件、好吃的就行了。叶青只使出洪荒之力在解释，表明自己的职场能力和志向。加薪可以啊，奖金福利多来点，绝不升职。牙尖嘴利。就这时，姚嫣嫣带着婆子丫鬟到了。侯爷，奴婢见过侯爷。你来做什么？侯爷，妾身听说叶姨娘病了，过来探望探望。叶青芷也看向姚嫣嫣，虽然她不怎么懂得察言观色，可是姚嫣嫣眼里的怨毒和杀机都不遮掩的，她眼睛又没瞎，立刻看懂了。侯爷，他不是来探望，是来折磨妾身的。你看他盯着妾身的眼睛，好可怕。侯爷，你快救救妾身吧，我还不想这么快死。哇哦，来了来了，他的同事小姚又来害他了。他刚入职干了1天，熬了个通宵，把自己干废了，还没喘口气儿呢，职场斗争就要开始了。这节奏也太快了，这就是没有试用期的职场生态吗？上岗后竞争压力真的好大呀。侯爷，妾身没有，叶姨娘污蔑妾身。爷，你要是不给妾身撑腰，妾身很快就会被姚姨娘弄死。可妾身还不想这么早死。姚嫣嫣气得浑身打哆嗦，她就没见过这么告状的，尤其是没有一点证据，叶青芷就一直攀咬她，简直猖狂。她以为他是谁呀？侯爷怎么会听她的，只会甩她脸子。姚氏，你上次命人推叶氏落水，爷还没追究你的罪过，你这次胆子更肥了，都敢上门来杀人，真以为爷不会发落你？今儿个就在这跪着吧，给叶氏告罪。等他原谅你了，你再回去。姚嫣嫣一张脸顿时惨白，身子也颤巍巍地往旁边一倒，惊慌失措地看向谢晋。侯爷居然知道是他命人推的叶剑人下水，可之前爷一直没惩罚他呀，说明侯爷看中他。然而现在剑人仗着刚得了宠幸，稍微一求，侯爷就要发落自己，这前后落差都是因为那个贱人，太可恨了。让他给叶姨娘这个贱人下跪认错，还不如……好吧，他舍不得死，可是他好气，好气，好气！天哪！我的天！居然是姚姨娘让人把妾身推下水的！妾身差点就死了。他之前还想着怎么找到杀死原主的幕后黑手呢，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出来了，都没费他仅剩不多的脑子。果然有事找警察，是找领导说情就对了。自己没本事别硬撑，别憋着，赶紧找领导背锅。侯爷，妾身不要他在这儿跪着，多膈应啊！他跪在这儿，妾身害怕他突然发疯要掐死妾身。侯爷，这报仇都讲究以牙还牙，就让人把姚姨娘丢进池子里去吧，让他也扑腾一会儿再给捞上来。你说好不好啊？来人，把姚姨娘丢池子里去。这样会做事的领导能处。姚嫣嫣满脸绝望地看着谢晋，
他怎么能这么听这个贱人的话？他怎么能对他如此绝情？他真的好爱他呀！他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他呀！侯爷，侯爷，妾身爱您啊！妾身因为嫉妒才会做错事啊！侯爷，妾身的姐姐丽嫔娘娘怀着龙子呢，您不能这么对妾身啊！侯爷，你听听嘛，他还想利用他皇宫中的姐姐压你呢，真的是太过分了。她是侯爷的小妾，就应该急侯爷所急，忧侯爷所忧，而不是打着爱你的名义害你身边的人，搞得后债争斗不休。哼，真的是太坏了。之前怎么没发觉他这么会说话，会拍马屁呢？谢剑俯身要吻住他的小嘴，叶静芷忙捂住他的嘴巴，不好意思的道：爷，妾身早晨没刷牙漱口，怕熏到了您。姨娘，姨娘，夫人派了府医来给您看病，还派了周嬷嬷来探望您呢。奴婢见过侯爷。周嬷嬷面色不变，可心里翻江倒海呢。侯爷居然也在这里，侯爷果然对这个小妖精上了心。过来给他瞧瞧，一直嚷嚷着自己要死了，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死了啊？是侯爷。怎么样？是要死了吗？张口闭口的一个要死了吗？明晃晃的讽刺他呢。叶静芷在他的小本本上记下来，领导小心眼儿，以后慎毛虑，千万别硬来。回侯爷，若不好生调养，叶姨娘恐真的有性命之危呀。叶姨娘本就体弱，之前又落水了，心气郁结，留下了病根，这又被折腾狠了，就更虚弱了。多大事儿，就真要死了？奴婢就是废物，身子不好啊。奴婢昨夜就一直在给侯爷说，奴婢受不住了。侯爷非要说奴婢身子比嘴巴更诚实。瞧，侯爷被打脸了吧？谢剑嘴角抽了抽，这种床上黄料居然也能被他说出来，偏偏还说得理直气壮，一本正经，丝毫不害臊。他可真能耐啊！可是谢剑莫名就有些心痒痒了，喜欢他这个纯真中透着妩媚的调调。而一旁的周嬷嬷眉头都拧一起了，在心里骂叶青只是狐妹子，骂了不下100遍。青楼女子恐怕都没她这么不要脸。爷，外面人催了，该启程了。务必把他给治好了，治不好就滚蛋。侯爷，你的玉佩掉在妾身这儿了。别出趟远门，回府之前，你不准迈出烟柳院。哦，知道了，妾身不会出去的。望侯爷一路平安，事事顺心。周嬷嬷，告诉夫人，叶姨娘被禁足了，没爷的准许，不准放她出来，也不许其他人进烟柳院。是，侯爷。侯爷真是有多不放心这个小贱人啊！出门前还要费心思保她。哦，对了，一会儿张太医来了，让他多开些补药给叶姨娘。身子骨太弱，这么经不住折腾，怎么让爷尽兴？是，侯爷。周嬷嬷脸都要扭曲了，还请了张太医，哼，让身份尊贵的张太医给一个妾看病，也就他们爷干得出来这事儿。太医还不敢发脾气，只能捏鼻子认。谁让他们爷是指挥使呢？谁不敬畏几分？
叶姨娘可真是好手段，短短时间就让侯爷对你上了心。嬷嬷真是高看我了，就我这废物样，这性子不讨喜，脑子不够用的，身子也撑不起事儿，侯爷哪能真上心啊？我呀，就如那阿猫阿狗的，侯爷看着傻的有趣，逗一逗罢了。赵嬷嬷傻了，要说叶姨娘也不张扬跋扈，也没恃宠而骄，说的话更是把自己贬到了泥地里。可是听她说话怎么那么噎人呢？让人有种想掐死她的冲动。叶姨娘明白就好，叶姨娘也该学学规矩了，明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刚才你和侯爷说的那话，比青楼妓女还要浪荡，要是传出去了，还不得丢死个人？哦，是什么意思？叶姨娘可真的明白了，就是懂了。叶青芷头痛，刚才和谢剑扯了一堆，那是带病上班，伺候领导。可领导都走了，谁还上班啊？周嬷嬷，给我拿一碗避子汤来。是，老奴这就。叶姨娘倒是乖觉，知道主动要避子汤喝。一个商户女，怎么有这么强的气场？可现在再看，又蔫巴巴的，没有一点规矩教养的样子，好像刚才那当家主母的气势只是她的错觉。叶姨娘这身子，避子汤就不必喝了。她宫寒体弱，极难有孕。叶青芷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她最讨厌什么极难有孕的说法了，那还是有可能怀得上啊。万一谢金就是牛，那么多次呢，她就倒霉的怀上了呢。避子汤必须喝，孩子绝不生。她只是上个班而已，还不想揣个娃，带娃上班太难了。什么人在职场最难混啊，最受歧视啊？就是孕妇啊，坚决不能要娃。嬷嬷，以防万一，还是端来一碗吧，我还不想这么早就死。他真是这么说的，一定要喝避子汤。张静怡听完周嬷嬷的回话，也惊讶了。是的，老奴亲自给她端的避子汤，看着她喝下去的。倒是个听话的，也是个有手段的。刚才传来消息，姚姨娘被侯爷丢池子里去了。啊？为了叶姨娘？要不然呢？在床上把男人哄高兴了，果然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哎呦，夫人，以色示人，那只是贱人的下作手段。您是侯夫人，没人能越过您去。侯爷也是尊重您的。夫人，虽然叶姨娘还算识趣，可是侯爷对她真的上心了。你是没瞧见，侯爷对她宠的尽头，不光让张太医给她瞧病，还尽足保护她。行了，侯爷难得有个看得上眼的美人，对方还是个乖觉的，只要他让侯爷开心，咱们就护上一护，别让他那么快死了，让侯爷烦心。这时外面的丫鬟来禀报，说是秦姨娘身边的丫鬟红桃求见。夫人，秦姨娘这个月的小日子吃了有10几天了，她刚才用了早膳还呕了一声，这几日也有些嗜睡，奴婢怀疑她怀孕了，还请夫人定夺。贱婢，先当作不知，盯好秦姨娘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不寻常的，立刻过来禀报。秦姨娘还想见侯爷，要打听侯爷的行程。她似乎有法子笃定侯爷会去海棠院见她，只是
奴婢不知道是个啥法子。这不用你管，先回去吧。夫人，秦姨娘那边，侯爷可是许久没去了。周嬷嬷说的极为小声，又有些心惊。这秦姨娘这是打着灯笼去茅厕找屎呢，居然敢给侯爷戴绿帽子，孽种都揣肚子里了，她怎么敢的？奸夫是谁？夫人，咱们要暗暗查一查吗？不用管，等侯爷回来，让他定夺。姚茵茵被从池子里捞出来后，虽然是盛夏，池子里的水没那么冷，可她还是病了，主要是被气的，也是真的被谢晋伤狠了，伤心的不得了。嬷嬷，你替我给我爹还有姐姐写信，我现在收拾不了那个贱人，就收拾他娘家。不过一个生护女，居然仗着是这么羞辱我，我要他家破人亡。哎呀，姨娘你别生气，注意身子，老奴一会儿就往府里送信。你放心吧，那个贱人蹦跶不了多久的。姚茵茵听到这话一点都不开心，她要的是叶青芷现在就死，弄不死她，姚茵茵就吩咐贴身丫鬟做了个小人，写上叶青芷的生辰八字，拿着针疯狂扎扎扎扎扎扎，杀死你个贱人！哎，姚姨娘被侯爷丢池子里了。啊，他怎么得罪侯爷了？不要脸在花园里就勾搭爷了？是因为叶姨娘，之前叶姨娘落水啊，就是姚姨娘干的，侯爷给叶姨娘出气呢。叶姨娘居然有这么大脸面，怪不得爷一夜宠幸她这么多次呢，是真上心了呀。秦姨娘听到姚茵茵被丢池子里都没多开心，因为侯爷出远门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她见不到人了。要是侯爷这一走就3、4个月，秦姨娘害得脸色雪白。她思考了半晌，终于让春杏出府一趟，为她偷偷买来堕胎药。可药买回来了，她又舍不得吃了，心里还存着侥幸，想再等半个月，说不定那时候侯爷就回来了，兴许还能再留下这孩子。红桃知道秦姨娘买了堕胎药，又赶紧禀告了夫人。静观其变，不管他吃不吃药，都先别管他，让他自己折腾去吧。嬷嬷，怎么样？我爹怎么说？是不是很快就能让叶府破财败落了？姨娘，今天御史参了老爷一本，弹劾老爷骄纵出嫁女，祸乱后宅，导致咱们侯府的后宅不宁，要老爷好生反思，所以老爷很生气，让老奴劝慰小姐安分一段日子，别惹是生非。实则老爷勃然大怒，骂小姐就是个祸害，当初不要脸的非要嫁给谢晋当妾，还要仗着娘家的权势欺压其他小妾，脸面都丢尽了。老爷不仅让小姐以后别再指望娘家会给她出头，甚至还放出狠话，说不愿意再认小姐这个女儿。侯爷对我怎么能这么狠心？他那么爱她呀，不，他不能这么算了。娘家爹爹不给他撑腰，他还有其他得用的人呢。嬷嬷，你去找钱儿，让他找些乞丐，传叶青只是狐妹子转世，专门勾男人，还会害男人。我就不信了，夫人能容下一个会害死侯爷的狐狸精。烟柳院外面的这些纷扰都打扰不到叶青芷，吃了药，
叶青只好好的养了2天就不发热了，身上的痕迹也淡了。行了，不用一直守着我，你呢也出去溜达溜达，打听府里一些消息，或者是外面有什么新鲜事儿，回来说给我听啊。在职场，消息灵通很重要，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千万不能当张眼瞎，要不然背黑锅了，你都不知道锅是谁丢过来的。姨娘，打听消息有银子会方便很多，奴婢多拿一些银子行吗？我有多少嫁妆银子啊？银票是有10万两，还有1000两的碎银子，方便姨娘平日里用。有这么多钱养老了，他还是要苦逼的在这里当小妾打工，依旧不能辞职不干，否则就是个死，好像比前世更惨了呀。唉，生活这个小妖精啊，总是给你喂一点糖的同时再加一口大药渣。银子你随便用，别舍不得花银子。对了，你一会儿呢可以回到叶府一趟，就说我已经得了宠，想要去打点府里，再要一些银子。小姐，我们还有不少银子，这若是再要的话，就算老爷会给，夫人也不会同意的。哎呀，不用在乎那坏女人，如今叶府还是父亲当家，说一不二，你就这般给他说。要是想让渣爹掏银子掏得心甘情愿，就不能忘记给他画大饼。比如等他成为宠妾，叶家成为皇上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又比如等他成为宠妾，生下孩子，叶家再也不怕官府欺压，遇见问题报侯府名号，问题迎刃而解。可想让他成为宠妾，银子少不了，没银子在侯府办不成事，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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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成事也不怕。只要说想成事，哪那么容易啊？要是觉得我不行，那你让行的人来呀。姨娘，你终于长脑子变聪明了，真好。叶青直满头问号啊，不，他还是个废物。京城叶府，老爷，好消息，好消息啊！咱们姑娘得了侯爷宠爱了，听说侯爷对咱姑娘满意的不得了。青芷得宠了。哎呀，好啊，总算是迈出第一步了。老爷，青芷娇美可人，侯爷定然喜欢，很快就能成为宠妾了。到那时，就也能在侯爷那儿说上话了。哼，还宠妾呢，指不定哪天就死了。映雪啊，怎么说话呢？当初你要死要活的要进侯府，后来反悔不去了，又在这儿幸灾乐祸起来了，你哪儿来的脸？谁也不知道，他前些日子做了个噩梦，梦见他进了侯府后受尽了折磨，没撑过2年就死了。可叶青芷嫁的男人却是明年春闱高中了状元，她成了状元夫人，风光无限。她既然做了噩梦得到启示，就不可能还傻乎乎的入侯府，所以她想方设法换了京。没过2日，外面竟然有人传江阳侯府的叶姨娘是狐妹子出身。听说侯府的姚姨娘是4品大官的女儿，而且爱侯爷爱得疯狂，根本容不下人。姐姐得宠，必然招她嫉恨。那狐妹子的流言，想必就是她让人散播的。爹，你们也要小心，她对咱们的铺子动手。4品大官，这岂能是我们能抗衡的？惶惶不安的过了2天，如意居然回来了。
如意，你怎么回来了？你家姑娘被赶出侯府了？怎么没见你家姑娘？难道是被打死了？老爷，我家姨娘好着呢，您别听信外面的流言，那什么狐妹子的流言根本就是对我家姨娘没有影响。呵呵，在这儿打肿脸充胖子呢。如意啊，你就别遮掩了，我们都知道侯府有个不好惹的姚姨娘，想必姐姐承宠后日子很艰辛吧？是，二小姐你在说姚姨娘吗？确实，姚姨娘仗着娘家在府里跋扈得很，姨娘刚入府2天，她就把姨娘推到池子里。可姨娘得宠后，姚姨娘又来挑事儿，侯爷当面就发落了姚姨娘，让人把她丢进池子里不说，还让御史大人弹劾了姚姨娘的爹，弹劾她纵容女儿作恶，让她反省呢。现在的姚姨娘都成病猫了，窝在院子里不敢出来。如意，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不可能啊！叶映雪摇着头，根本不相信。侯爷谢晋最是无情无心了，他就是把女人当泄欲的玩意儿，一点温情都没有的，怎么会给叶青芷撑腰，给他这么大的脸面？这么大的事情，只需要用点心花些银子就能打听得到，奴婢哪敢撒谎啊？对，这事儿啊，如意不敢撒谎的。如意啊，你回府来，可是你家姑娘有什么吩咐啊？我家姨娘说银子不凑手，再回来拿一些银子。给他10万两银子还不凑手？府里的吃穿用度都有份例，他上哪花这么多银子去？二姑娘你恐怕不知，那点份例银子哪里够啊？而且侯府后宅要打点的地方太多，还要讨好侯爷和主母，样样都花银子。不舍得花银子，还想让我们家姨娘得宠后帮府里成为皇商，哪这么便宜的事情？叶永元觉得如意说的很正确，都花了30万两了，也不心疼再给个几万两了，先给1万两银子，安排。他觉得女儿这势头不错，明显入了侯爷的心了，说不定很快就能有孕了。如意接了1万两银票后，又哭诉姨娘身子骨不好，侯爷专门请了她一调理，说要用名贵药材养着。等如意离开时，除了1万两银子，又带走了一堆的名贵补药，还有根百年人参。一下子没了这么多银票和名贵药，别说叶映雪生气愤怒，顾曼这个当家夫人也不开心，脸色沉下来。这叶府的银子都是要留给他的儿子和女儿的，给叶青芷前后后花了30万两，已经够多了，再多给他花1两银子，顾曼都不愿意。就叶青芷那呆板无趣的样子，江阳侯居然这么宠他，实在是让他始料未及。要是那小贱人真的得了势，他和他儿子女儿的日子可就艰辛了。按照姨娘的份例，我这院子里能够有2个1等丫头，如意已经占了1个名额。你们2人中只有1个可以成为1等丫鬟，为期1个月，谁表现好，我就提拔谁，明白了吗？奴婢明白。你们最好都是听命于夫人的丫鬟，要是让我知道你们是其他人的眼线，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们要记得，我只是个姨娘，你们的主子不是我，是侯爷和夫人。我们延柳院的事儿都可以告诉侯爷和夫人，但是绝不可以再告诉其他人，告诉了就是叛主，明白吗？2丫鬟震惊又意外地看着这位姨娘，真新鲜啊！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忠心耿耿的话，但是细想又没有任何问题。叶姨娘可真会做样子啊，表忠心都表得比其他人有意思，要不人家受宠呢。春雨下禅，
你们先向夫人禀告，说我想在院子里搭一个凉棚，方便纳凉，还想要有个小厨房。得到夫人准许之后，你们呢再找府里的管事干这2个活，银子我自己出。哦，对了，府里有没有厨艺不错的丫鬟或者婆子啊？希望夫人能调一个过来。这种小厨房做好，我每日的吃食自理，银子花自个儿的。还有啊，这天气太热了，府里给的冰不够用，记得拿银子去多买一些冰回来。春雨和夏蝉忙应下来，表示记住了。等如意回来，你们再去夫人那儿禀告，先去给我弄一些冰镇西瓜来。还有，你们看着人呢，把东厢房去收拾出来，我做书房用。石檀，真希望侯爷出差晚一些回来，让我养宫生的时间可以拉长拉长，再拉长。不要上班的日子太爽了。到了下午，如意从叶府回来了。姨娘，今儿你是没看见二小姐那张脸，臭死了，还张嘴闭嘴嘲笑姨娘不会得宠。奴婢看她是后悔没有进侯府。还有老爷，听完奴婢的话，给银子给的可痛快了，提起姨娘那嘴巴都能咧到天上去，对奴婢也是客气的不得了。这些都是侯爷给我的脸面，没有侯爷撑腰，我什么也不是。等我身子彻底养好了，得要好好伺候侯爷，回报爷。这身子啊，也得要好好练起来才行。姨娘，这府外面都在传你是狐妹子转世，专门勾搭男人，你名声非常的不好了。这种话咱以后就少说吧。我是当妾的，我又不是当主母。狐妹子呀，是对我的赞誉，说明我做的不错。啊，真的是这样吗？蹲在树上的暗卫嘴角抽了抽，把这话记下来，回头写上面寄给爷。姨娘，这事真的不用管吗？要是流言越传越烈，铁定让侯府和侯爷的名声有损，说不定就会处置您呢。这事儿铁定得是有人管，但不是咱们能管，这也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儿。哎呀，就别心烦了啊！在职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干自己职责之外的活了，一定要拎得清，一定要有边界感，别傻乎乎的被人当免费的骡子使。还有什么其他消息吗？姨娘，原来咱们侯爷不是老夫人的嫡子，听说当年老侯爷宠妾灭妻，非要抬侯爷的生母做平妻，又坚决要把爵位传给咱们侯爷，所以咱们得要小心大房二房那边，没事别接触。那夫人也太可怜了。还有，他怎么这么讨厌听到宠妾灭妻、抬平妻的字眼呢？一定是他小妾职业操守够足，没野心转正，才如此排斥。伺候婆婆就够费心的了，这婆婆还和自个儿丈夫有嫌隙，天天挑你的刺，关键你还不能躲不能骂，这还得天天主动送上门被虐。这太惨了呀！如意无语了。哦吼，听起来是有点惨，原来当家主母也这么憋屈啊！蹲在树上的暗卫惊得差点脚滑，这叶姨娘怎么能如此语出惊人呢？对了，如意，以后呢，咱们就不要在背后妄议侯爷和夫人的事儿，太过僭越，下不为例啊。虽说我真心为夫人抱不平，可到底是冒犯了夫人。春雨、夏蝉，你们拿着这些药材送去给夫人赔罪吧。她再喝药就要变成药罐子了，是药三分毒，调养身子还得靠食补，就等她的小厨房上线了。别忘了向夫人申请凉棚和小厨房的事儿。奴婢记住了。贵心院，春雨和夏蝉捧着2个盒子的名贵药来到夫人这里，然后你一言我一语的
把今天在烟柳院发生的事说了。他真是那么说的？说都听我和侯爷的，说骂他狐妹子是夸他，还说我可怜太惨了。春雨和夏蝉都用力的点点头。叶姨娘明明什么狠话都没说，可他们对这个叶姨娘就是莫名的有点发怵，什么小心思都不敢有的，伺候她也是很用心。夫人，叶姨娘这个人虽然有些不知规矩，说话太直白，为人也太放浪，可她也确实有些小聪明，知道这府里能依靠的除了侯爷，还有夫人您。不过就是不知道她能做到哪一步，是不是真的可以对夫人不隐瞒？怎么可能不隐瞒？不过既然他都这般表忠心了，给他送了大礼来，侯爷还那般护着他，自己也不能对他太苛刻了。他要弄凉棚，想要小厨房，想要厨娘，想要买兵，这些小事儿通通都可以满足他。反正花的不是侯府的银子，更不是侯爷的私房钱，他一点不心疼的。还有那外面的传言，张静怡眼眸闪过冰冷，真以为他家侯爷离了京城就能肆意的往侯爷和侯府身上泼脏水了？嬷嬷，派人去找宋锦宋大人，让他好好查查关于叶姨娘的流言是谁传出来的，把传的人都抓了。姨娘，您想要凉棚、厨房还有厨娘，夫人都准了。夫人说烟柳院是您的院子，您爱怎么折腾都行，前提是不花府里的银子。夫人还说府外的流言过2日就会查清了，但夫人也要姨娘多学学规矩，说等侯爷回来再派个教导嬷嬷过来。夫人可真好啊，看来侯夫人也不是那种表面大方背地里耍阴的人，更不是想独占侯爷的恋爱脑。虽然这位女领导也能处，是个好消息，夏日炎热都无法出来活动，可是这一直闷在房中也憋闷。不如我出银子，也给少爷和小姐的院子里搭个凉棚，多弄一些冰，再做个秋千，弄一些攀爬架，也能让少爷和小姐在院子里玩耍玩耍。还有夫人的院子里呢，也给弄一个凉棚，没有我这一小妾在院子里享受清凉，让大家主母受这酷热之罪的道理啊。春雨听了叶青芷的话，都愣了下，再次感叹：叶姨娘真有钱啊，脑子也聪明。其他的姨娘，顶多是在夫人还有公子小姐生产的时候，送上自己做的什么鞋子啊、袜子啊、帕子啊、香包的，都不值钱。看看人家叶姨娘，一开口就是上千两银子撒出去了，关键是这份大礼绝对送到夫人心坎上了。夫人难道不想自己多用兵吗？不想让少爷小姐多用兵吗？当然想啦。然而虽然夫人长着府里钟馗，但是还有老夫人大房他们在一旁盯着呢，夫人想多用点银子都不行，哪怕用自己的嫁妆银子补贴，也铁定会被指责带头奢侈。晚上过后，张静怡让丫鬟点上灯，又开始看府里的账册。这天是越来越热了，冰的价钱也越来越贵，老夫人那儿用的冰越来越多，这都破了份例了。夫人，咱就吃这闷亏，为老夫人添这份银子。咱们不填，让大房去填，年年都是这样的手段，腻歪死人了。今年咱们说什么也不填了。这时外面丫鬟通传说是春雨求见，张静怡便知道叶姨娘那边又有事儿了。她让春雨进来，就听她禀告叶青只要出银子，
给他还有少爷和小姐的院子里都搭凉棚的事儿，倒是个有心的。张静怡没想到，他居然会被一个小妾给取悦到了，还觉得这个小妾特别贴心，难怪侯爷喜欢他呢，这么会送礼，他也喜欢。看来往后要多护上一护，不能让叶姨娘早死。赵妈妈，明天你亲自带着干活的人去烟柳院，先将叶姨娘的院子给她整好，一应要求都满足她。对了，周嬷嬷，让人盯着宋大人那边，让他往深了查，一定要揪出放出流言的幕后黑手。花了3天时间，工匠们就把夫人还有小少爷还有小姐院子里的凉棚还有秋千和攀爬架都给做好了。母亲母亲，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凉棚和架子，好凉快，好好玩。要完成先生布置的功课才可以玩耍。母亲，我会的，我今天已经完成了。夫人，这叶姨娘还挺有巧思的。燕姐也想玩吗？母亲，我可以吗？可以去玩一玩，但是在外不可忘了规矩。你穿着襦裙不方便攀爬，先让嬷嬷带你去换套武打衫。谢谢母亲。傍晚时分，张静怡收到了宋锦的调查结果，流言是从府里的孙姨娘那里传出去的。把孙姨娘先禁足，等侯爷回来再决定怎么处置她。再给爷去封信，简单说说这府里的情况，让爷也有个准备。秦姨娘的事还说吗？不必在信中提了，等爷回来我亲自说。姚茵茵这边，外面在散播抓流言的人，他们自然也知道。王嬷嬷胆战心惊了2天，发现没查到他们头上，不由松了一口气。可她还是害怕得很。小姐啊，这次多亏了钱二够机灵，发现还有孙姨娘的人也在散播流言，就顺势全栽赃到孙姨娘那边了，咱们才得以脱身。哎呦，我的好小姐呀，老奴知道你委屈，可你再委屈也要忍耐一下。咱们侯爷是谁呀？可是锦衣卫的指挥使，做的就是暗查稽查的事情。这侯府里不知道暗查了多少暗卫，他们都是侯爷的眼线啊。咱们暗地里搞些小动作，不可能瞒得住侯爷的。丽嫔娘娘也来信说了，让你安分一些，别再惹侯爷生气了，这样他也能帮你在老爷那边说说话，让老爷原谅你。否则你可真的要失去娘家这个靠山了。夫人竟然也被那个贱人给收买了，没有收拾那个狐妹子就算了，还为她破除流言，不就是几个凉棚和冰块？夫人的眼鼻子也太浅了。王嬷嬷心想，那几个凉棚和冰块可不便宜，这一个夏天供应下来5000两银子打不住。他们姑娘出身是高贵，可是他们手里能动用的银子也就只有2000两，哪里能盖得了凉棚啊？这就是差距。老夫人听说了这事儿，面色沉沉的叫来张静怡，各种暗示她的院子也要搭个凉棚。可张静怡根本不接茬，全装听不懂。老夫人再说，她只是无奈的倒苦水。那叶姨娘刚得了侯爷宠爱，娘家又有银子，行事就难免猖狂了些，奢侈了些。母亲，我也是难做呀，心里苦啊。你也是知道，这妾室得宠后，我们这当家主母的也是打不得骂不得，
只能干瞪眼不说，这脸面上还要过得去，该有的赏赐还不能少。老夫人哪能听不出他阴阳自己也是被宠妾灭妻的那个妻，气得浑身哆嗦，让张静怡赶紧滚出去。夫人，您对老夫人是不是太不敬了？我以前对她多恭敬啊，还不是浪不得好。这2日我强硬起来，你看她除了憋气，又哪里敢真的冲我下手？我算是看明白了，她就是欺软怕硬。以后啊，我只会更硬气。徐州，谢剑又收到了府里的飞鸽传书。都禁足了还不消停，倒是越来越聪明了。大人，案情告一段落。周府大人今晚想在翠晴楼宴请大人，还请大人赏光。谢剑没有拒绝，当晚在翠晴楼宴饮，以他尊贵的身份，伺候他的自然是花魁胭脂姑娘。下去把自己身上的味道洗干净再过来。谢剑扫了眼他刚沐浴完的模样，不由得和叶青芷比了比，只能说叶青芷完胜。不得不说有些扫兴。妈妈，我就这么差吗？我就这么丑吗？我竟然被侯爷这么嫌弃，我都不想活。哎呦，我的姑娘啊！哎呀，咱有差距不要怕，妈妈送你去京城的怡红院学习。啊？胭脂懵了。哦，倒也不必，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啊。时隔半个多月，谢剑终于办完了徐州的案子，押着贪腐的官员回了京城，交给大理寺，从皇宫复完命，回到了府里。回府后，首先回的是贵心院，给足了张静怡这个侯夫人脸面。秦姨娘应该怀孕了，此事还没声张，等侯爷处置呢。别知道了，我会处理，你全当不知就好。还有孙姨娘让人传流言污蔑叶姨娘是狐妹子转世一事，我在信中给爷说过了，爷说该怎么处置孙姨娘。丈30，能不能活，看他自己。瞧我，光说糟心的事儿让爷心烦了，倒是也有件让人开心的事儿。叶姨娘出银子给玉哥还有燕姐搭了个凉棚，还有玩耍的攀爬架。自从那之后啊，玉哥吃饭都比之前多了一碗饭，人瞧着也比之前壮实了。燕姐儿也邀请了不少小姐妹来家里做客，在那凉棚里呀，乘凉荡秋千，吃些点心的。那些小姑娘啊，回去后争相效仿，一时间不少高门大户都搭起了这凉棚。都被禁足了，他还能这么折腾？叶姨娘还是挺安分的，人也识趣，也有巧思，对伺候爷的事儿也很上心。听说她这些日子在练身子，动作好像还挺有趣的，一会儿爷不妨去瞧瞧。张吉自然知道叶青芷练习浪荡动作的消息，当时他听后静默了片刻，也只能感叹叶姨娘真的能豁出去了。不急，叫玉哥和燕姐过来，一起用晚膳。夫人，侯爷才刚刚回来，你怎么还主动把爷往外面撵呀？强扭的瓜不甜，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侯爷若是有留下的心，自然会拒绝去叶姨娘那边了。烟柳院，谢剑没让院子里的丫鬟通传，推门进来，
就看见了他这只穿着小肚兜的清凉装扮，还有那十分不正经的动作，可谓观音坐莲，妩媚入骨，魅惑丛生。谢晋呼吸都一紧，眼眸变深，看着他的眼神直勾勾的，如盯着可口的猎物一般。叶将只听见动静，朝门口看去。哎呀，侯爷您回来啦！妾身刚才还在想侯爷呢。想爷什么了？是想爷这么疼爱你？爷，你可真是明察秋毫，断案如神。妾身想的就是这个。你这些日子倒是养得不错，风雨不少。爷喜欢我这样吗？是胖些好，还是之前好？也喜欢现在的手感，可以再多吃些。谢晋要他再吃胖点儿，叶青芷也就听听，根本不会照做。再胖下去，他就没这么好看了。现在才是最性感的身材，最好的状态。说他真的听侯爷的，等他变胖了，侯爷又该不满意了。在职场，一定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样就不会被领导轻易的 PUA， 也不会吃口领导画的大饼就感动的为他拼死干活。也就是侯爷轻易为他处置姚茵茵，又给他提供了新手保护期，福利待遇很高，叶将芷才愿意多花心思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要不然，呵呵，给的钱少，还想要全能优秀员工，像屁吃呢。谢晋到底怜惜叶将芷的身子刚养好一些，没有可劲儿折腾他，反而多了不少的怜惜。动作练得不错，从哪儿学的？妾身入府前，爹爹特意找了懂行的嬷嬷教的，要妾身好生伺候爷。我记得入府前，你似乎还有婚约，听说是个寒门才子，才学很不错，在江南学府也能排上名号。不光秋闱有望中举人，明年春闱也有望中甲等进士。你放着正经的官娘子不做，就这么愿意伺候爷？哎呀，不瞒爷，妾身一开始也是不愿意的，还为此寻死过一回。叶将芷装作长长的叹了口气，心想：来了，来了，领导要的表忠心来了，就看他能不能装得像了，立得住人设了。或许侯爷不知，原本叶府想要送叶映雪给爷做妾的，妾身那妹妹啊，原本也是欢喜异常，日日催着父亲赶紧走动，定下此事，盼着能入侯府。可这不知怎么回事，等真定下此事之后，他就忽然变了卦，说什么也不想进侯府。然后春日宴上，叶映雪与妾身之前的未婚夫就衣衫不整地抱在了一起。妾身原本憧憬着嫁人后，等夫君高中做了官，可以护住我和娘亲兄弟，不再被故事任意搓磨，却不料遭到这样的背叛和羞辱，这美梦落空，希望也没了，就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被救下之后，顾氏拿妾身娘亲和兄弟的安危逼迫，要让妾身去代替叶映雪入侯府。父亲也在不停的劝说，妾身也就同意了。不过经过这几次生死经历，还有上次侯爷为妾身处置姚姨娘，护妾身安全，妾身也想明白了，只有像爷这样的高官侯爵才值得依靠，才能够帮助妾身护住娘亲和兄弟。妾身当然是要努力的伺候爷，让爷满意。叶将芷说完，眼睛清亮亮的看着谢晋，眼神里是坦坦荡荡，全心的信赖。反正他该说的都说了，爱信不信吧。他这个小妾的工作能干多久，全看侯爷这个领导了。唉，这事情之下，
也不允许他辞职不干，更不允许他跳槽换下家。敢辞职逃跑？嘿，侯爷可是干锦衣卫的，他哪里跑得掉？敢跳槽？敢给侯爷戴绿帽，只会死得更惨。这时，外面传来吵闹声。你家姨娘不舒服，你去求夫人找府爷给看病。你来这儿找侯爷做什么？侯爷又不会治病，想截胡就说截胡，装什么病？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如意说的又没错啊。爷，您要去吗？也不知道是哪个姨娘按耐不住出手，要爷去宠幸她。以后出门说话前，也让你的脑子管管你的嘴。爷，知道了啊。以后妾身出门都不带嘴，把它给缝上。就说爷给下的命令，让妾身修炼闭口禅。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两人斗嘴的功夫，如意来敲门了。禀告外面秦姨娘身边的春杏求见，说是秦姨娘病了，而且有重要的事要禀告侯爷。知道了，让他等着。侯爷，你别看了，再看咱们又要滚到床上去了。钱姨娘还等着您过去呢。您要是喜欢妾身这身打扮，妾身就多准备几套，下次专门穿给您看。给爷闭嘴！这女人真是爱口无遮拦。哦，爷不喜欢妾身的安排，那算了。谢剑离开了烟柳院，随着春杏去秦姨娘那里。见过侯爷。爷，妾身许久不见爷，特别想念您。谢剑在他的面前，目光冷漠地看着他表演。秦姨娘见谢剑不说话，爷，妾身听父亲传信说，他治下的马场抓到了一匹马王，桀骜不驯，日行千里。过段时日就运来京城，献给爷。你肚子里的孽种是谁的？侯爷，奴婢该死，求你不要迁怒我父亲他们，他们对侯爷忠心耿耿，是奴婢自己该死，奴婢这就去死，求侯爷息怒。我那个好大哥倒是有本事，让你不怕死的跟他通奸，临死了还死心塌地的护着他，也可以给你一条生路。不光是你父兄等人的性命全在你一念之间，是听我吩咐还是现在死？选吧。奴婢全听侯爷吩咐，只求奴婢完成侯爷吩咐之后，能给奴婢的父兄家族一条活路。你没有和爷谈条件的资格，他们能不能活，全看你表现。侯爷，您是不是从大爷第一次接触奴婢，您就知道？护好肚子里的孽种，爷留着还有用。秦姨娘脸色苍白的应下来，心里一片绝望。可这条生不如死的路是她自己选的，又怪得了谁呢？姨娘可是惹爷生怒了，还有热水备好了，姨娘洗一洗嘛。春杏，我成功了，刚才爷要了我。恭喜姨娘，只要在满国府医那边就没问题了，到时候弄个早产，谁也瞧不出孩子月份不对的。是吧？是这样，我的好日子要来了。姨娘，今天要去给夫人请安，是打扮的艳丽些，还是素净些？
我的禁足令取消了？刚才夫人那边有让人传话过来，说姨娘不用被禁足了。哦，我第一次正式向夫人请安，这太肃静显得我做作，太艳丽显得我嚣张，中规中矩的来，显得出我安分懂事就行。手艺不错，眼光也不错。叶青只照了照镜子，满意的冲春雨说。见夏蝉进来，又问他可擅长梳妆，能不能赶上春雨的手艺。回姨娘，奴婢梳妆的手艺不及春雨。姨娘，外面太阳已经毒了，奴婢拿了伞过来，我们撑着伞过去也能遮阳。不错不错，有心了。如意看着春雨和夏蝉两人围着小姐各种讨好献媚，撇撇嘴，他就不信这两人能越过他去，他可是姨娘身边第一人。叶青只来到贵心院，等待通传后进去，便看见屋子里已经坐满了各式各样的美人儿。除了夫人这个领导，在座的各位都是他以后的同事了。妾身见过夫人。看叶姨娘的样子，调养得不错。谢夫人关心，多亏了夫人给的厨娘手艺好，妾身胃口好了，这不光身子养得好，还都吃胖了呢。这脸蛋圆润了，腰身也胖了，以前的衣服都快要穿不下了。还是这样更好看些。入座吧。其他姨娘们都满头问号。这就完了？叶姨娘，这通常是姚姨娘坐的地方。待她坐下后，旁边的一个小美人儿小声地冲她说：“你还是找个其他地方坐吧，要不然等会儿姚姨娘来了，恐怕又要不愿意了。”坐个凳子都有坑，不愧是勾心斗角的宅斗文，这处处都是宅斗点。夫人，这椅子是姚姨娘的专座吗？妾身不能坐吗？旁边这位姐妹说让我给姚姨娘让位。单坐无妨，没有专座一说。夫人，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也是觉得姚姨娘来了铁定会不高兴，为了避免没必要的纷争，奴婢才好心提醒了一句叶姨娘。姚姨娘不高兴，我就要给她让位，这都是贵气，她怎么就比我高贵了？人生那么短，我凭什么委屈自己给她脸？你站起来回话，别发抖啊，好像是我在欺负你一样。咱们对事不对人，你解释清楚这事儿就算完了。行了，徐姨娘罚1个月的月银，这事儿就过去了。一个座位而已，也值得你们吵来吵去的。徐姨娘憋屈的谢罪，叶青芷也不会不依不饶，到最后重新坐下。可众人看他的目光都微微变了，这是个不好惹的，嘴皮子也厉害，受一点委屈都要给你闹大了。没事别轻易的招惹他，平白惹一身骚，最后可能还坑了自己。叶姨娘，昨晚上对不住了。无需道歉，你能把侯爷请走也是你的本事。谢谢了，小琴，下次继续努力，侯府就需要你这样上进的好员工。说话间，姚茵茵进来了。叶姨娘，你坐了我的椅子，你故意找事儿对不对？顿时间，其他人都笑了起来，性子温婉的就用帕子捂着嘴笑，有那性子豪爽的就哈哈大笑。不是，你们都笑什么？说话间，一个美人站起身，征得了夫人同意后，笑着给姚茵茵解惑。听到叶青芷刚为这事闹完，夫人还发落了徐姨娘，姚茵茵顿时一张脸通红，她脸色难堪地向夫人请罪。张静怡淡淡地训斥了2句，便接过此事，让姚茵茵赶紧坐下，
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前些日子外面有一些不好的传言，说叶姨娘是狐妹子转世之类的，散播谣言的是府里的孙姨娘。去，把孙姨娘给带过来。叶姨娘，你有什么要说的？妾身看着孙姨娘，突然间还真是多了不少感触。那妾身就起来好好说说啊。孙姨娘抬头看他一眼，没什么反应的，又低下头。成王败寇，他输了，没什么好说的。孙姨娘，咱们这当妾的，想争侯爷的宠爱无可厚非，咱们就是伺候爷睡觉的，这不争不抢才是对爷不上心呢。谁一旦得宠了，这心生嫉妒更是正常事儿。咱是人，又不是石头，怎么会没情绪呢？可是你嫉妒了，眼红了，你不花心思想着怎么提升自己业务能力，就是提升自己伺候爷的本事，不想着怎么哄爷开心，怎么变出花样吸引爷的注意力，你光想着消灭竞争对手，这就太愚蠢了。今天你灭了我，明天还有别的得宠的人，你就算是杀光了府里的美人，还会有新进府的美人，你杀得过来吗？哎呀，孙姨娘，你说说你呀，你这长得也很漂亮，听说还很会唱曲儿，也是得过宠的，说明你身上有爷喜欢的特质，那你就应该找到让爷厌弃的原因，改正错误，再发挥自己长处，努力创新出一些新花样，重新获得爷的宠爱啊！你费那银子和心力找我麻烦干嘛？你再想想，咱们爷是做什么的？锦衣卫指挥使哎！你搞流言这事儿，你不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搞笑呢吗？现在知道自己有多蠢了吧？没把我拉下来，还把自己给坑死了。哎呀，何苦呢？真是被你给蠢哭了。姚茵茵在一旁听得脸色难看，她总觉得叶青芷指桑骂槐，也在骂她蠢呢。她就是得宠一个想杀一个，道理她当然也懂啊，可就是臣妾做不到啊。她那么爱谢晋，她得不到侯爷的宠爱，也不能让其他人得到。你比我聪明太多了，怪不得你能得爷的宠爱呢。我这输的呀，一点都不冤。我这不是聪明，是自我认识清楚。我知道自己不聪明，算计不了别人，什么小心思都瞒不过侯爷和夫人，我也就不费心思去做那些蠢事了。夫人，妾身想说的都说完了。说得极好，嬷嬷，回头赏叶姨娘一些布匹，让她多做些新衣服。这衣服瞧着都要不合身了。你们也都好好思量一下叶姨娘的话，她是个通透的，比你们都瞧得明白。侯爷喜欢安分聪慧、心地善良的，不喜欢自作聪明还心思歹毒的女人。孙姨娘，你派人散播流言，害侯爷和侯府脸面受损，必须要罚。侯爷说杖30，你活下来，既往不咎。奴婢认罚。叶姨娘，你刚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说什么何苦呢？你既然这么同情孙姨娘，你怎么不为她去求求侯爷呢？杖30，她可真的会死的。我是人，不是菩萨，面对害我的恶人，在他被惩罚时我不落井下石已经是很高尚了，我怎么可能还去求情？哎，你看看我这脸上写着大冤种3个字了吗？我今天若是为孙姨娘求情，你们表面上夸我良善，可这背地里指不定是怎么骂我傻逼，骂我虚伪，然后我以后就成为了被你们求情利用的大冤种，
我要是拒绝求情，你们又要开始骂我心黑，臭婊子装不下去了是不是？家里外都不是人，那我就选择做一个心黑的贱人。这样你们还想要害我的时候，就得要掂量掂量。要害我，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我这个人小心眼儿，被狗咬了一口，我都得要追上去咬2口回来。虽然我什么事情都能看得开，可不影响我记仇啊。张静怡都有些服了叶青芷了，他的小嘴是真敢说呀，什么遮羞布都能让他扯下来了。人家发狠也是光明正大的发狠，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装的。平日里大家伙谁说话不是3分藏7分的，表面上和和气气的，背地里在捅刀子。可人家叶姨娘刀子攥在手里，明晃晃的亮着，谁敢欺负她，她就直接给谁一刀。把赵姨娘扯开，将孙姨娘拉下去，就在院子里行刑。你们随我一起观刑。观刑是为了震慑，只有见过真正的刑法，在做坏事时才会有敬畏之心，才会犹豫衡量。一板子打下来，孙姨娘发出惨叫。等10个板子下去后，孙姨娘的惨叫声都低下去了，身上渗出鲜血。观刑的姨娘们个个面色惨白，叶青芷也受不了这个阵仗，所以她华丽丽的选择了晕倒。晕倒前，她还不忘给了一个理由，给自己立了一个人设。血，好多血。随着叶青芷晕倒，有几个姨娘福临心智，跟着有样学样，也都陆续的晕了。其中苏冉冉体弱多病，没看过这场面。随着孙姨娘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是真的晕了。还有姚茵茵，她是心虚加后怕，也撑不住的晕倒了。张静怡看着这一个个不顶事儿的小妾，嫌弃的皱着眉，让他们都下去了。孙姨娘最后活下来了。姨娘，听说孙姨娘醒过来了，应该不会死。挺好的，希望这一次她能重获新生，别干蠢事儿了。不少姨娘去探望，送东西给孙姨娘，咱们送吗？别送东西了，送什么都可能让人觉得东西暗藏杀机。就送一张100两的银票给孙姨娘，祝贺她活下来吧。就当是给她的新生洗3礼，愿她喜续铅华，美丽绽放。姨娘，你是认真的吗？这头，孙姨娘收到叶青芷的100两银票，不由心生感激。银子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回头等我烧好了，我亲自上门，给你们家姨娘道谢。你不急恨加害我家姨娘就行了，道谢就不必了。转眼间，时间过去了半个月，谢晋一直没来烟柳院。姨娘，侯爷都好久没来了，府里都在传你失宠了的话。姨娘，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奴婢说话？你失宠了，你就不着急吗？叶青芷当然不着急了，她的失宠就是放假，打工人哪有嫌弃假期长的？叶青芷巴不得经常放假呢，还是带薪假期。不过放假了，虽然歇着挺爽，可是只能拿基础工资了，什么脸面啊、地位啊、赏赐等福利待遇就没有了。瞧瞧，才放假半个月，她在府里的脸面就没了。如意姐姐，侯爷这半个月统共就在后宅留宿了3次，一次是夫人的，一次是苏姨娘，那是去探望苏姨娘身子的，一次是武姨娘，还很可能是去看九公子的。这不能说明咱们夫人就失宠了呀。春雨分析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一直这样不得宠，不能伺候爷。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韩夏禅过来，
问一问我让他准备的战袍可弄好了？奴婢这就去问问。做好了？奴婢大致按照姨娘画的图样做的，有些地方稍作修改了一下，姨娘瞧瞧可对。不错啊，夏蝉这几日辛苦了，赏10两银子。如意，你去问问金宝，爷今晚上有空吗？能不能过来？啊，姨娘就这么说吗？那是侯爷，不是金宝。那就说我想爷了，想要和爷共度春宵。姨娘，你再换一个吧。这个奴婢说不出口。哎呀，那我就写封信，你呢就拿去交给金宝，让他交给侯爷，后面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经过修改之后，叶青只传给谢晋的纸条是这样的：妾身这几日胃口特别不好，食不下咽，只想吃侯爷的豆腐。妾身也不知怎么这般魔怔，就觉得侯爷很甜很甜，想要尝遍侯爷身上的每一寸。原来是妾身是中毒了呀，需要和侯爷深入亲热才能解毒。侯爷，你能来救妾身吗？人家还不想这么早死。金宝哥哥，这是我家姨娘给侯爷的信，还请你转交给侯爷。金宝接过来，心想叶姨娘也终于按耐不住出手了。这半个月来，因为叶姨娘那一番争宠的话，让府里的那些姨娘可是找到事儿干了，都卯着劲儿往侯爷跟前凑啊，送汤的，送香包的，送衣服的，半路偶遇后装摔倒的，绣眉毛的，弹琴的，唱曲的，哎呦，花样也就这几样吧，但是频率特别高啊。侯爷都被惹恼了，烦的。如意姑娘，就只有这个信笺吗？如意不好意思的点头，她也觉得拿不出手。再想想新的内容，她的脸更红了，就没见过比她家姨娘还奔放的。那你在外面等一等，我这就去给侯爷，一旦侯爷有什么吩咐，你也好传话。侯爷，叶姨娘让丫鬟送来一封信，奴才见不是什么汤药香包的，就给爷送来了，爷可要看？拿来。谢剑扫了眼金宝，这才打开信纸，等看见上面的小红心和红唇，还有那浪出天际的话，顿时脸色变得极为精彩。他用力地将信纸合上，咬牙切齿地说了句：如此阴词浪语，真亏他写得出来，白瞎了一手的好字。告知叶姨娘，爷今晚上过去。金宝恭敬应下来，心里却想着：哎呦，还是叶姨娘有手段啊！其他姨娘也献媚，没一个人能成功把侯爷给调回屋的。到底那张纸上写了什么阴词浪曲啊？烟柳院，叶青芷还吃着晚饭呢，谢晋就来了。爷，你可用过膳？还没。这都是妾身爱吃的菜，侯爷等等啊，妾身这就让厨房给爷做几个菜。春雨，通知李大娘，让她再做一些菜过来，油饼也要多弄几张。谢晋坐在一旁的贵妃榻上，捡起来丢在一旁的书册子，瞅了眼，顿时嘴里抽抽。看字迹是他写的，可上面写的内容，谢晋有些辣眼睛。这是什么？哦，这些啊，是一会儿和爷玩角色扮演游戏的剧本子啊。哎，爷，你喜欢演什么啊？这调戏乡下小妇人的恶霸。谢晋扫了一眼上面的台词，顿时嘴角抽搐。什么小娘子，你就从了我吧，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呵呵，还不从？那我可就要用强了，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之类的。谢晋瞪他一眼。怎么，也像恶霸？
那就叶慧小姐的书生，斯文败类型的。谢晋又看了看台词，只见上面写着：“小姐，小生对你一见倾心，再见魂牵梦萦，只想马上就和小姐共度春宵。”看来他送自己的那些信的内容还含蓄了不少呢。